方才婉嫔和令嫔来谢过恩。封了嫔位，自然要谢皇上恩典。这婉嫔啊，无才无子，无非是因为是前邸旧人的缘故，才得到了金封。令嫔呢，虽然得到过朕的宠爱，但是她平平无才。此次你被冤之事，她也极力求情，也算是有德了。嘉奖她也是应该的。皇上赏罚分明。说到责罚，金氏降为贵人有大半年了，这些日子朕一直不曾理过她。那皇上的言下之意是要理会他了？这金氏啊，到底是皇四子，还有皇八子之母，也是第一个嫁入大清的御史贵女。这些日子，朕对她的责罚，对御史王爷的敲打，也算是让他们长了记性。那皇上要扶金氏妃位？若是要扶妃位，朕也不肯的，但嫔位总是要的。否则，御史那边修书来问候金氏，知道金氏没有受到朕的恩泽，也会揣测朕是不是还对他们御史王爷的失德之行耿耿于怀。皇上的意思是，敲打即可，一直严惩就不行了。如意啊，如今你已是皇贵妃，要以大局为重啊。臣妾明白。皇上，若金氏再有不轨，您要怎么处置他？不至于了，这已经对他做出了严惩，他也吃了教训，想必他不敢再犯。若是他再有越轨之心，朕也绝不容他。皇上有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贵人金氏，性行温良，端庄淑瑞，敬慎居心，柔嘉为泽，深为朕心，复为嘉嫔，钦此。谢皇上隆恩。皇上和淑嫔妹妹在看什么书啊？这么有趣。是纳兰容若的《饮水集》。臣妾入宫前就知道，皇上最爱纳兰词。这纳兰的词啊，确实极好，读起来啊，口嚼有香。臣妾最爱的是一句：“而今才道当时错，心绪凄迷。”纳兰容若写情真挚浓烈，又不似灰飞烟灭般穷尽，必得细细读来，才得隽永之味。这良日如斯啊，本该与两位爱妃饮酒作诗的，总胜过前朝的老头子在朕的耳根前聒噪。罢了，等明日朕将张廷玉告老还乡的折子发出去之后，朕就可以清静些了。皇上国事安定，可家事……皇上啊，永璜的福晋来回禀，说开春以后，永璜的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的。皇上得空该去看一看呀。这永璜的病啊，无非是自己的心思重，而且生了不该生的心思。朕已经叫齐汝去给他瞧瞧了，让他安心静养，不要再生这些无妄之想了。可是臣妾放心不下。那得空的话，你就和纯贵妃去瞧瞧他吧。是，插上一朵紫色的，鲜亮些。姐姐真是好眼光。你啊，坐胎药停了许久，气色也好多了。只是皇上还是照例赏着药来，总觉得自己有负深恩。珠儿，大阿哥府里来传话，说大阿哥恐怕是不行了。纯贵妃知道了吗？大阿哥福晋先来禀报你，奴才已经差人去告诉纯贵妃了。你去吩咐备轿，你去禀告皇上。走，姐姐慢走。永华，
皇，谢娘娘安。皇贵妃安。起来，起来，都起来。皇贵妃，你看看永皇的样子。额娘，齐太医怎么说啊？回娘娘话，太医说大爷梦魇缠身，日夜不安，刑期断断续续。自从被皇上申斥，这2年大爷忧思不堪，又不肯告诉妾身，好几次从梦中惊醒，还大哭说自己不孝。前几日，孝贤皇后的忌辰，大爷梦魇更厉害了，说要去找孝贤皇后理论。妾身胡说八道什么？皇是最有孝心的，他找先世找孝贤皇后理论什么？糊涂油蒙心了，红口白舌的就拉扯着永皇不孝。依本宫看来，永皇身上不好，都是你们这些不知轻重的人给挑唆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纯贵妃也是为了永皇着急。是，妾身知错了。额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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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皇是唤他的亲额娘折命皇贵妃。皇上，方才三宝急报说大阿哥怕是不大好了。什么？备驾，朕要见永皇。这。这是什么药啊？回两位娘娘，这是提神的药，大阿哥怕是回光返照了，有什么能说的话，赶紧说了吧。永皇，母亲，永皇，母亲，想来永皇有话对皇贵妃说，我们先出去了。出去吧。多谢母亲还惦记着儿子，这个时候还来看儿子。你小时候第一次叫我母亲，那时候你就是我的孩子，而且永远都是我的孩子。儿子自幼便失了额娘，被人欺辱，是母亲给了儿子关爱，给了儿子牺牲。母亲的养育之恩，儿子一直不敢忘记，只是儿子对不起母亲，儿子也好想争气，还曾经动过算计母亲的心思，如今他更是没有机会给母亲尽孝了。哪有母亲和孩子计较的？永皇啊，你这病就来自于忧思，你就不应该想那么多，好好的养好身子，才是对母亲的孝敬。儿子自知怕是不能了，这段时间啊，儿子总是梦见我额娘。儿子该是去找我额娘了。
你额娘哲敏皇贵妃要是地下有知，她也会让你好好养病，不要胡思乱想的。母亲，母亲，是孝贤皇后害死了额娘。花妈儿子对孝贤皇后不孝，儿子是真的孝敬不了啊！我恨他。永皇，宫里边是有这样的闲话，可是闲话是不能往心里走的。这不是闲话，是有人明明白白告诉儿子的。有人告诉儿子，孝贤皇后当年是如何怨我额娘先生下了我这个长子而容不下他，又是如何怨我额娘再有孕而动了手脚，害死了额娘和我的未谋面的妹妹。有人告诉你的？是，只可惜，我明明白白知道的时候，孝贤皇后已经死了。我知道了真相，也没有机会给额娘报仇了。母亲，儿子的心好恨呐！究竟是谁告诉你的？是嘉嫔。徐太医，徐太医。为两位娘娘，大哥红了。永皇，多谢母亲。你叫我什么？母亲。自从朕登基之后，一直勤政爱民，敬母上天。可为什么朕的孩子一个个走在朕的前头，落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？朕到底做错了些什么？朕知道永皇是死于心病，孝贤皇后离世之后，
朕也知道他有了夺嫡之意。做阿玛的，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，是欣喜的。可是，长大了无能，让人担心；有野心，又让人害怕。历代以来，皇子争权，就是作为君王最忌惮的事情。皇上您正当盛年，如日中天。如日中天之后，便是夕阳西下了。朕为了防着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不孝，所以朕防着永璜，也斥喝了他。可是朕的心还是疼爱永璜的，毕竟所有孩子当中，他是陪朕最久的一个。永璜若知道皇上的心思，在九泉之下也会有安慰。永璜临走的时候念念不忘折命皇贵妃，深感自己不能尽孝。永璜还告诉臣妾，是嘉嫔告诉他，折命皇贵妃和二公主是孝贤皇后害死的，所以他记恨孝贤皇后，在他灵前无状，惹得您当众斥责。要不是嘉嫔挑唆，永璜不会失了您的欢心，郁郁而终的。孝贤皇后临死之前，朕问过她折命皇贵妃的死因，她发了毒誓，绝不承认。可是折命皇贵妃去世之后，宫中确实有这样的传言。若是嘉嫔真和永璜说了这些话，多半是听信了流言。说到底，除了永璜自己有争夺之意，朕的疑心也逼死了永璜。如意，朕在万人之上，俯视万千，可这万人之上，就是无人之巅了。朕总觉得孤零零的。到朕的身边来，朕想和你一块儿。臣妾不是一直都陪着你吗？如意啊，朕一早选定的就是你，做朕的嫡父亲，做朕的正妻。孝贤皇后离世后，朕一直想许你皇后之位。皇上，皇后之位臣妾惶恐。惶恐？为何惶恐？是因为你姑母吗？如意啊，你与你姑母不同啊。姑母与臣妾有何不同？我们都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，爱的男人都是九五之尊的皇帝。乌拉那拉氏又如何呢？早年的情事，朕也身不由己。不过现在都过去了，朕要谁做朕的皇后，都是朕拿主意。你听着，朕是皇帝，也是人夫。伴随在朕身侧的，是朕的皇后，也是朕的妻子。皇上，臣妾从来就不想做皇后。可是姑母去世的时候问过臣妾一句话，臣妾是犹豫的。什么话？姑母问臣妾，想不想和弘历生同亲，死同穴？臣妾是想的，只是要和皇上生同亲，死同穴，只能是皇后。这就说明了，
咱们是注定要在一块儿的。如意，在这无人之巅，朕觉得孤单得很。朕想让你在朕的身边，朕也只要你在朕的身边，可好？